雨林深处有一片世外桃源，它风姿曼妙，宁静动人。大树残桩像天然的艺术根雕，诉说着对湖水的依恋。雾霭和炊烟缠绕，傣家竹楼里飘出的稻米香和酸鱼香味，仿佛在流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故事。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在热带雨林深处沉睡了一夜的曼旦湖，已被打渔人竹竿拍打水面的声音唤醒。曼旦湖属于周边的所有村民。从湖水形成至今，附近村落的傣族村民在这里捕鱼的历史已经超过了70年。因为盛产优质的生态鱼，在当地曼旦湖也被形象地称为钱袋子。Bà rồi, bro, bà rồi. 好，有了，收好了，回家了。从年少时，艾坎就与父亲一道在曼旦湖里捕鱼。这种用竹竿拍打水面驱赶鱼群的做法，他已经干了20多年。赶紧要回家了，小鱼要瘦了。曼旦湖的周围是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终年郁郁葱葱，青翠欲滴。这里的人们至今依然按照祖辈传下来的吃山养山、吃水养水的传统方式，悠然自得地生活。艾坎今天捕到的鱼不算太多，但每个捕鱼季节下来，卖鱼的所得能占到他们家年收入的1半以上。夫妇俩在摘取的这种小鱼，当地人管它叫小白鱼。最大的小白鱼也就是半个手巴掌的大小，但就是这种小白鱼是当地村民们制作酸鱼的绝佳食材。用小白鱼制作出来的酸鱼，价格甚至会比其他的鱼高出1倍多。拿鱼嘛稳定一点，拿鱼嘛天天的看着见了，烟酸好嘛的，就得拿出去就得看见了。心疼丈夫起早捕鱼的伊温香，催促丈夫赶紧去补觉，其余的事儿由她来完成。10多年来，夫妻俩一直分工协作，恩爱默契。
每年春节过后，波应坎、波坎燕、波应教3个老朋友就要频繁地聚在一起了，因为又到了他们制作象脚鼓的忙碌时节。这种树，当地人管它叫酸枝木。这些树木尽管是波应坎家的自有林地，但要砍伐了制作象脚鼓，也是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的。看树是要看个皮厚嘛，这里面这小是用不着了，太小了，做鼓是，不找个厚，可是里面还是大，去做个大鼓还是可以做大鼓。这个树嘛是专门是搞个鼓了，这个酸树是。制作象脚鼓的木料十分广泛，春树、杨柳树、攀枝花树、芒果树都可以用来制作象脚鼓。用酸枝树做成的象脚鼓抗腐性强，光泽好，质地细腻，尤其受欢迎。做鼓身形状和镂空鼓腹这一道工序时，波应坎和另外2位老友一定会通力合作。3位老伙伴都是同村的，这种默契已经延续了近30年。有些是喊啊，有些是做画啊，有些是做个牛皮啊，做鼓是我们是每天是分工，一个人是搞不起来，所以要3个。掏鼓腹的时候，3位老友显得格外小心，这是制作象脚鼓最为关键的一步，要求内壁各处厚度适中，比例协调，否则音质、音色以及共鸣程度都会产生偏差。晒干3天、4天、3、4天，干掉干好了可以用了。里里外外打磨雕刻完成后，就到了蒙制鼓面的环节。鼓面和拉带都要用到牛皮，鼓的响声与牛皮的质量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每一只象脚鼓波应坎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上等的黄牛皮。放一个水里面是泡了8个小时，如果泡不透是这个它皮不会熟，要得泡透，给它软软的。伊温香首先要把这些野生小白鱼的内脏去除，在淘洗干净后，就可以进行腌制了。chú bạn có xay pa bông pa khai và gì lấy đấy cả. 拌了盐巴和糯米稀饭的小白鱼放入竹筒里，用冷水进行密封。大约1个星期左右，腌制成熟的小白鱼被倒出来，撒上米粉、辣椒和生姜，搅拌均匀后放回竹筒里，再腌制2、3天后，美味的傣家腌酸鱼便制成了。
8个小时的浸泡后，牛皮发软了。用木棍不断摩擦，牛皮上的绒毛被剔除干净。这种类似浆块的草药捣碎后产生的汁水，能快速除去牛皮上的污垢。经过反复多次的捶打、晾干后，波印坎才会拿这块黄亮柔韧的牛皮来蒙鼓面。我不会嘛，他叫来帮他们，现在会来了。我去教他们，就是会来了。搞了1个礼拜嘛，他是会了，就是他是手艺可是可以的。3位老友都是在曼旦湖边一起长大的。从1991年开始，掌握象脚鼓制作技艺的波印坎，邀约了2位发小一起制作象脚鼓。20多年，他们一起合作制作了300多面象脚鼓。Cái thì phải tới đây à? Sẽ luôn à? Tràn của khai giúp vô đi。伊温香腌制的酸鱼在曼旦湖边很有名气，有人会慕名来买，也经常有打电话打到家里要求送货上门。在等待送货的丈夫回家的时间，伊温香开始准备晚餐。她最拿手的菜当然是自己亲手腌制的酸鱼。包烧是傣族人家的传统菜，拌上各种青绿的香料，用芭蕉叶包好，放到柴火上烧烤。随着火焰的炙烤，酸鱼的鲜香和青佐料、芭蕉叶的清香一阵阵扑鼻而来。出外送货的丈夫回家时，最后一道菜炖煮酸鱼汤已经起锅了。这是一道开胃下饭菜，用艾坎的话说，餐桌上可以什么菜都没有，但不能缺少妻子做的酸鱼汤。身处亚热带的曼旦湖，一年只有2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周边村落的人们谨遵猎杀不绝、年年有余的祖训，只在旱季进行捕鱼活动。雨季来临时，大家自觉休渔，让曼旦湖里的鱼类得以繁衍生息。像这种还要拿个糯米来放，还是烤？我要拿个糯米来，还是要搞个它圆圆的，哎，放好时候，还要调音呢，多掉。用糯米饭调音的方式不免有些奇特，但确实有效。饭团贴在鼓面的中心，利用饭团的大小厚薄来改变鼓的音色和音高。我们3个人是一起配。在曼旦湖边，
经常能听到一支和谐的奏鸣曲。率先响起的是清晨打渔人的竹竿拍水的声音，回响在薄雾缭绕、犹如仙境的湖面。太阳升起来，浑厚的象脚鼓声从村寨里传出来，带着喜悦，带着力量，传得很远很远。位于怒江大峡谷最北端的村落，与大山大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原始质朴，是最后的秘境之地。惊涛骇浪的怒江水似乎并没有惊扰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守护着一片纯净的世外桃源，恬淡平和，与世无争。清晨，赵国祥一家早早起床，妻子在做早饭。赵国祥则用哨声召集家里的牲畜，准备给他们喂完早食后放养出去。赵国祥的妻子将要做的这种食物，当地人叫玉米咕嘟，石磨加工的玉米面，仔细筛过后加入少量荞面，既可增加粘稠度，清凉微苦的荞面还能调和玉米面甜香的味道。山泉水煮沸后，慢慢放下和好的面粉，水和面粉的比例全靠经验拿捏。接下来是合适的火候以及有章法的搅拌。经过大约半小时慢条斯理的烹煮，一锅软硬适中的金灿灿玉米咕嘟终于出锅了。做得好的咕嘟放到手上轻轻一团就能拿稳，吃的时候基本不需要碗筷，配上自家腌制的咸菜或者腊肉，可以丰富口感。出门干活前，这里的人都有吃玉米咕嘟的习惯，因为玉米咕嘟耐饿，吃饱一顿，一整天都有精力干活。怒江峡谷的北段山高谷深，山峰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以上，特殊的地质构造使得这里盛产页岩。这一带的村落大都用这种薄薄的岩石作为盖屋顶的材料。吃过早饭的赵国祥准备上山去勘探一下采石场。雨季即将来临，他准备采一些石块，修缮自家的房屋。石板花的好处是，雨老是下的时候，雨也不进来家里面。还有一个是老是能用能老，几十年还是可以用它的。由于自家年年检修屋顶，今年修补的动作并不大，赵国祥没有到更远更大的采石场去找寻，而是就近在家背后山崖下的小石场子里翻翻捡捡。哎，可以。勘察完毕，赵国祥顺路带了一片石板回家，他要把它磨制成一种特殊的炊具。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在怒江大峡谷，如白练从天而降的飞瀑流泉随处可见。借助湍急的溪流，这里的人们建起了水磨坊。这里的人认为，用水石磨磨制的面粉更加香甜。水磨坊是公用的，不收取费用。需要维修的时候，家家出资，人人出力。一袋玉米需要2个多钟头才能磨成。在石磨悠悠转动的时候，妇女们就有时间休闲一下。43岁的李学忠是村里最后一个会制作弩弓的中年人。为了迎接7月份在县城举办的弩弓比赛，李学忠正在做一把新的弩弓。Chusen lassen, chusen labe und gerade Julim letzte Jahr zum Ohr. Wo gibt sie noch die kommen? Dann dann man hin dann sag ich hin dann. Dann nicht. Ne, chane dort aber sie der. Noch. 经过精心的制作，新弩弓做好了。李学忠要和表弟李平比试一下，看看自己的新弩弓性能如何。一番比试下来，李学忠对自己的新弩弓还比较满意。这个季节是村里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家都要修葺房顶。峡谷人家的房屋多为甘蓝式木楞石板房，依山面水，一块叠一块的石板连成独特的石板屋顶。经过常年的日晒风吹和雨淋，石板会陈化并疏松，所以在雨季来临前的3、4月，人们要抓紧时间修缮。修缮房屋的人家需要村里人的帮忙，因为家家户户都会面临修房盖屋，所以自觉自愿相互帮助已经成了这里的传统。在集体的帮助下，1天之内就能完成一幢房子的修缮。把刚才来的石板楔进去，不过小半天的时间，赵国祥家的屋顶就修补完毕。这个房子嘛，将近200多年了。我家爷爷来搞起的房子，这东西。老古董嘛，老人家搞起嘛，
它是六气。特意找来的这块石板，赵国祥要用它打制传统炊具——石板锅。制作石板锅对赵国祥来说是很轻松的事儿。仅凭一把斧头，敲敲打打，再用一块坚硬的石头稍加打磨，就完成了一块经久耐烧的石板锅。新的石板锅要放到小火上慢慢加温，加温的火力太猛，很容易把石板烤裂。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热柴灰，是保证石板两面受热均匀。随着水分被慢慢蒸发，石板的质地变得坚硬细密。烤上半小时，光滑锃亮的石板锅就能使用了。怒江大峡谷里盛产的田荞麦粉调制成糊，放到事先加热炙烤的滚烫的石板锅上。这个石板粑粑，那个是田荞来搞的。这个石头是1年烧都烧不烂的，石板粑粑、荞面粑粑、石板粑粑都可以整。在一家人慢悠悠的闲聊里，几分钟后，一个外脆里柔、清甜喷香的石板粑粑出炉了。富含膳食纤维和球蛋白的田荞麦石板粑粑和秘制的酥油茶是理想的搭配。围着火塘吃石板粑粑和酥油茶，聊聊家常，兴之所至，一起唱歌跳舞。怒江大峡谷的傍晚，在幸福的味道里悄悄来临。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